降伏其心等于灭度无量无数无边众生。从《金刚经》探心念与宇宙的奥秘。大家好，今天要和大家探讨一个很深的问题：降伏其心为什么等于灭度无量无数无边众生？我们先来看佛陀对须菩提所说的：“诸菩萨摩诃萨，应如是降伏其心，所有一切众生之类，我皆令入无余涅槃而灭度之。”这句话到底是什么意思呢？一、降伏其心的真正含义。很多人以为降伏其心只是把心安定下来，或者不被情绪左右，但佛陀的意思更深。降伏不是压制，不是强行控制，不是不随境转，而是不住于相。二、修行与宇宙的互动。一个人的修行真的只影响自己吗？不是的，心念就像是一个能量场，修行人心静的时候，这个场会影响周围的一切存在。我们可以想象，修行人如同一个小宇宙，当这个小宇宙净化时，其中无数的微观众生也随之得到解脱。换句话说，一念清净就是无量世界的净化。三、灭度无量无数无边众生。所以佛陀才说，菩萨发愿要灭度无边众生，这并不是夸大，而是因为每一个清净的心念确实能度化无量无数的众生。但是佛陀马上又提醒，是无众生的灭度者。四、灭度的深意。灭度无量无数无边众生，实无众生的灭度者，这看起来像是矛盾，其实是佛法的两个层次。在俗世的角度，度化是确实存在的，菩萨要帮助一切众生离苦得乐。但在究竟的角度，众生本来空，生死本来就如幻如梦。既然本来没有实体的众生，又何来真正的灭度呢？五、真相觉悟之后。佛陀说，灭度无量无数无边众生，实无众生的灭度者。这句话其实和黄老师想里那句天地不仁，以万物为刍狗有着相似的味道。在宇宙的眼光里，世界好像一个庞大的系统程式，万物不过是其中不断运行的代码与物件，它们看似生灭变化，其实都只是流转的幻象。所以修行人要降伏其心，关键就是不住于相。当心不再执着，小宇宙就能逐渐清净。而当小宇宙清净时，便能与大宇宙呼应，让无量世界也走向清明与太平。前面我们从宇宙观，从小宇宙与大宇宙的互动，来理解降伏其心与灭度众生，但这些思想其实都源自佛陀在《金刚经》里的开示。接下来我会引用经文原文，然后用白话来解释，最后再补充释义，让我们更贴近佛陀当初说法的真正用意。《金刚经》第一段原文：如是我闻，一时佛在舍卫国指述给孤独园与大比丘众1250人俱，尔时世尊时着衣持钵入舍卫大城起时，于其城中次第其已，还至本处，饭食讫，收衣钵，
喜足以夫坐而坐。《金刚经》第一段白话：在很久以前，佛陀带着1250位大比丘，大家一起住在舍卫国只输给孤独园。有一天，佛陀穿好衣服，拿着钵子，走进舍卫城去化缘。他在城里接受众人的布施，得到足够的食物后，就回到园林。佛陀吃完饭，简单收拾一下，就在坐垫上安静地盘腿而坐。《金刚经》第一段释义：大家常听到世尊这个称呼，感觉好像很庄严、很神圣。可是，在故事发生的那个时候，佛陀其实只是个觉悟了真相的人。经文里也提到他起时，这看起来跟世尊完全是两个极端。这就是重点，世尊是后人出于尊敬才加上的称号，其实则是最真实的生活场景。随着时间推移，佛陀从一个觉悟者被经典圣化，再到后世被神格化。如果我们想要真的读懂《金刚经》，就要先把这层神格化的滤镜拿掉，否则只会看见偶像，而不是真相。极端对比正是提醒我们不要执着，从这些极端里，我们才有机会突破那道心理的屏障。佛家有苦行，道家讲虚极，都是用极端的方法来磨练心智，最后才能真正触碰到真相。《金刚经》第二段原文：10. 长老须菩提在大众中即从坐起，偏袒右肩，右膝着地，合掌恭敬而白佛言：希有，世尊，如来善呼念诸菩萨，善付嘱诸菩萨。世尊，善男子，善女人，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，应云何住？云何降伏其心？《金刚经》第二段白话：这时候，长老须菩提站了起来，恭敬地向佛陀行礼。他双手合掌，很尊敬地问佛陀：世尊，我心里也想着要护持并传扬佛法，那么如果有信徒发愿无上正觉的心，他们应该怎么做呢？又该怎么帮助众生度化呢？《金刚经》第二段释义：如来到底是什么意思呢？经文里有不同的说法，如诸佛而来，故名如来，听起来像是未来佛；无所从来，亦无所去，故名如来，这比较像是现在佛。而在许多经文里又引用如来说的话，这就有过去佛的味道。那么，如来究竟是过去佛、现在佛，还是未来佛呢？在梵语里，如来叫 Tathagata，Tatha 意思是真如、不变 ，Agata 是来，所以如代表一种自在的关照，偏向主观意识。来则含有时间和空间的意涵，而佛就是那个觉悟真相的人。换句话说，如果从自在观的角度来看，如来就是当下唯一的主观意识体；但从时空观来看，就能有无数分身。三世诸佛皆是如来，甚至菩萨与众生也都可以是如来。只是后来如来这个名称被神佛化了，观自在这个名称则偏向菩萨化，但其本质都是宇宙意识运行下的一种主观意识体。华严经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，
但以妄想执着而不能证得。所以啊，谁拥有主观意识，谁就是主观意识体。在这个极端的地球环境里，任何一个有主观意识的众生，都必须去面对、去觉悟真相。未来是相对于现在，而世道轮回无穷，因此未来亦将是过去与现在。《金刚经》第3段原文：佛言：善哉，善哉，须菩提，如所说，如来善护念诸菩萨，善付嘱诸菩萨，汝今必听。当为汝说，善男子，善女人，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，应如是住，如是降伏其心。唯然，世尊，愿乐与闻。《金刚经》第3段白话。佛陀点头微笑，说：很好啊，须菩提，佛法本来就需要人去护持和传承。既然你有这份心，愿意学习无上正觉的智慧，并且帮助度化众生，那我自然会把法门传授给你。须菩提再次恭敬地说：是的，世尊，我愿意倾听，请您详细开示。《金刚经》第3段释义：降伏其心到底是在说什么呢？是管住自己的妄念，还是去度化众生？其实关键就在无上正觉。长老须菩提请教的当然是最核心、最终极的法门，可不要以为度化众生是对宏观世界做事，而是要从微观世界入手。想象我们小宇宙中无数微观世界里，每一个生命都在自己的节奏中运行。我们透过宏观意识无上正觉的趋势引导，这些微观世界就会自然演变成无数清净、太平的世界。而当小宇宙中的这些微观世界逐渐清净、安定，我们的烦恼和妄念也会慢慢消失。宏观与微观，心与众生是互动一体的，所以降伏其心不只是自我修行，它等同于度化无量众生。心若安定，万物也随之清净；万物清净，心亦无妄念。《金刚经》第4段原文：佛告须菩提，诸菩萨摩诃萨应如是降伏其心。所有一切众生之类，若卵生，若胎生，若湿生，若化生，若有色，若无色，若有想，若无想，若非有想非无想，我皆令入无余涅槃而灭度之。如是灭度无量无数无边众生，实无众生的灭度者。何以故？须菩提，若菩萨有我相、人相、众生相、寿者相，即非菩萨。《金刚经》第4段白话。佛告诉须菩提说，想要度化众生，首先要明白，众生非常广大，生活在各种不同的生态里。天界之外是异世界，天界之内则是无相界，而宇宙的无相世界其实分成7层。你可以这么想，外层宇宙的微小粒子，其实也是内层世界的载体。因为宇宙万象都是由心所生，所以降伏其心就像是在普度众生。表面上看，好像有无数众生被度化，其实真正并没有谁被灭度。为什么呢？
如果菩萨还执着于表象的相，那就还不到真正的菩萨境界。金刚经第4段释义。从佛陀的回答中可以看出，所谓降伏其心，其实就是在度化众生。那为什么经文要翻成降伏其心或摄伏其心呢？或许是因为须菩提问的比较直接，但佛陀知道他的程度，所以没有从表面回答知其然如何，而是直接说明如何知其所以然。那么，降伏其心为什么能灭度无量无数无边众生？又为什么实际上没有众生真的被灭度？这就得从宇宙的时空观来理解。地球在可观测宇宙中，就像电子在人脑中一样，微观世界对人体而言，也是像地球之于本宇宙般的存在。人体就像一个小宇宙，我们的意念会对微观世界的演化产生引导作用。所以经文说的灭度无量无数无边众生，其实指的是微观世界里的众生。有人可能会想，降伏其心是不是像电影里的灭霸，一弹指就灰飞烟灭？对于我们宏观世界的人来说，感觉差不多，但对微观世界而言，这是一段漫长的演化过程，不是一瞬间消灭，它更像是一种趋势的引导，而不是强制立即消灭。就像黄老之学，天地不仁，以万物为刍狗。对宇宙意识而言，众生其实像城市里的物件一样存在，因为世间万物都是由意识虚拟而成，所以灭度无量众生，实际上并没有众生真的被消灭。经由菩萨道的降伏与引导，微观世界逐渐清净，就像把浑浊的水慢慢化成贝加尔湖般清澈。所以，降伏自心和度化众生，其实是互相影响、密不可分的。小宇宙里的各种生态构成了灵魂，灵魂再加上内外业力作用，就产生妄念。换句话说，业力是因，妄念是果。当我们种下降伏其心的因，微观世界的清净趋势也随之而来。当完全降服自心后，灵魂就不再被业障干扰，自然也就没有妄念。至于物象世界，它共分7层，第6层是天人界，第5层是人界，第4层是阿修罗界，第3层是畜生界，第2层是恶鬼界，第1层是地狱界，第0层是太素。举例来说，天人界的粒子对应人界的行星，以此类推，地狱界的粒子是太素，而太素是由意识虚拟的万物基础